一个王朝灭亡前会出现什么征兆？公元311年，洛阳陷落，皇帝被俘，西晋走向崩溃。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洛阳曾2次击退汉赵大军。既然守住了，西晋为何还是亡了？从刘渊起兵开始，一个帝国最后的倒计时已经悄然开始。晋惠帝允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也就是今山西离石北，率领部众起兵反晋，建立汉赵，定都离石。之后进兵占据河东，攻占蒲坂、蒲子，并将蒲子设立为都城。石勒、王弥等人前来归附刘渊。晋怀帝永嘉2年，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帝，改年号为永凤。后来太史令宣于修之向他进言，刘渊随即迁都平阳，改年号为和瑞。晋怀帝永嘉3年，公元309年夏天，刘渊安排王弥和楚王刘聪一同进攻壶关，任命石勒担任前锋都督。固守晋阳的西晋将领刘琨派遣护军黄术与韩术救援壶关。刘聪在西涧击败韩术，石勒在丰田击败黄术，将2人全部斩杀。司马越派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荣、曹操带兵抵御刘聪大军。王旷不听施荣的劝阻，贸然进军，在太行山与刘聪军队相遇，双方在长平交战，王旷的军队惨败，施荣、曹操全部战死。刘聪顺势攻陷屯留，长子2地，一共斩获19000颗首级，上党太守庞纯献出壶关投降。晋怀帝永嘉3年，公元309年秋8月，刘渊下令刘聪等人进兵攻打洛阳，这是汉赵政权第一次进攻洛阳。西晋朝廷派遣平北将军曹武等人率军抵御，全部被刘聪击败。刘聪一路长驱直入，抵达宜阳，凭借多次取胜的战绩，放松了军队的防备。9月，弘农太守袁岩假装投降，连夜偷袭刘聪的军队，刘聪大败而归。与此同时，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俊派遣祁弘联合鲜卑人段务成在飞龙山攻打石勒，石勒大败，撤退到黎阳驻扎。晋怀帝永嘉3年，公元309年冬10月，刘渊再次派遣刘聪、王弥、刘耀、刘瑾率领5万精锐骑兵进犯洛阳，派呼延义带领步兵作为后续援军。10月21日，刘聪等人抵达宜阳。西晋朝廷因为刘聪刚刚战败，完全没料到他们会这么快再次来犯，朝野上下十分恐慌。10月26日，刘聪在西明门驻军，北宫纯等人带领1000多名勇士，趁夜色突袭刘聪的军营，斩杀对方征虏将军呼延浩。第二天，刘聪向南转移，驻扎在洛水。不久，呼延义又被自己的部下杀害，他的部队随即溃散。刘渊下令刘聪等人撤军，刘聪上奏坚持要留下来继续攻打洛阳，刘渊英勇。司马越也下令全军皇城坚守。没过多久，刘聪亲自前往嵩山祈祷，留下刘立、呼延览代为指挥留守的军队。司马越采纳太傅参军申选的建议，趁敌军空虚，出兵偷袭呼延览，成功取胜，斩杀呼延览，刘立跳入洛水自尽。王弥劝说刘聪撤军，刘聪不敢擅自退兵。后来，刘渊在宣于修之的劝说下，再次下令召回军队，刘聪这才率军撤退。如果你是当时的洛阳百姓，看到汉赵大军退走，你会觉得危机过去了，还是觉得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汉赵政权2次进攻洛阳都以失败告终，于是调整了作战策略。晋怀帝永嘉3年，公元309年，汉赵政权第2次撤军之前，王弥提议亲自在兖州、豫州之间招募士兵，囤积粮草。因此，在刘聪等人率军撤回平阳的时候，王弥独自带兵向南出兵。王弥出身世家大族，很有号召力，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等地的几万家流民，长期遭受当地土族居民的欺压，纷纷放火焚烧城邑，诛杀郡守、长史等官吏，响应王弥起兵。永嘉4年，公元310年，刘渊在平阳去世，其长子刘和继承刘渊的皇位。不久后，刘和试图诛杀楚王刘聪，结果反被刘聪所杀，刘聪自立为帝。
与此同时，王弥等人切断了洛阳的粮道，洛阳城内爆发严重饥荒。司马越派遣使者手持羽毛檄文，征召全国军队入京救援。晋怀帝对使者说：“替我告诉各地将领方正，现在还能救援京城，再晚就来不及了。”镇守襄阳的征南将军商简派遣都护王万率军前去救援，在烈阳驻军，结果被王儒打败。荆州刺史王成亲自带兵援助洛阳，听闻局势后，部众不战自溃，只能原路退回，其余方阵全部做壁上观，最终没有援军抵达洛阳。晋怀帝曾向各地求援，但各地方阵全部坐视不理。换成你是地方军阀，会冒险救洛阳，还是先保住自己的地盘？西晋朝廷商议对策，多数大臣想要迁都逃难，只有完颜坚决反对。这时，石勒已经南渡黄河，屡战屡胜，进驻许昌。司马越在朝中尽释人心，在外又忌惮石勒的势力，于是主动请求亲自讨伐石勒，屯兵镇守兖州、豫州。但司马越真正的企图是回到他的封国东海，以保治权。永嘉4年，公元310年11月15日，司马越率领4万士兵向许昌进发，除留下少量必要的监视兵力外，几乎搬空了整个洛阳朝廷。洛阳宫廷守卫空虚，饥荒愈发严重。宫殿之中，死尸纵横交错，盗贼公然肆意抢劫，各个府侍营属全部挖掘壕沟自卫。晋怀帝永嘉5年，公元311年，刘聪派遣刘耀率领4万士兵攻打洛阳。当时西晋王朝内部内讧不断，晋怀帝司马炽痛恨司马越率领军队离开京城，于是密召驻守青州的大将军苟期讨伐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听闻后忧愤成疾，当年3月就在象县去世。完颜决定隐瞒司马越的死讯，任命襄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统领部众，护送司马越灵柩返回东海国安葬。4月，石勒率领轻装骑兵追击司马越的胜仗队伍，在苦县临平城追上晋军，大败西晋大军。随后，石勒放开骑兵，包围晋军，并放箭射杀，10几万晋朝官兵互相踩踏，尸堆如山，无一人幸免。太尉完颜、襄阳王司马范等人全部被俘。当天夜里，石勒派人推倒墙壁，将这些人全部压死，又破开司马越的灵柩，焚烧了他的尸体。临平城之战后，西晋最后的力量也被消灭殆尽，洛阳局势岌岌可危。苟期提议迁都到自己当时驻守的沧源避难，但朝中群臣贪恋洛阳的财物，纷纷劝阻。此后，洛阳饥荒持续加重，百官纷纷逃亡。晋怀帝决心迁都，却连必要的护卫兵力都没有，最终未能成行。永嘉5年，公元311年5月27日，呼延晏比刘耀、王弥、石勒的大军率先抵达洛阳。5月28日，汉军攻打平昌门。5月30日，成功攻克平昌门，焚烧东阳门以及城内所有官署建筑。6月初一，呼延晏因为后续援军尚未抵达，劫掠一番后准备撤军，同时烧毁了晋怀帝停靠在洛水准备东逃的船只。不久，王弥和刘耀的大军抵达洛阳。永嘉5年，公元311年6月21日，王弥、呼延晏攻克宣阳门，进入皇宫南宫，登上太极前殿，放任士兵在城内大肆劫掠。晋怀帝乘黄连出逃，打算投奔长安，被敌军追上俘虏，囚禁在端门。刘耀从西明门入城，驻守武库。6月12日，刘耀诛杀太子司马权等人，城中士人、百姓死伤3万多人。汉军挖掘皇室所有陵墓，将宫庙、官府建筑全部焚毁。刘耀迎娶晋惠帝的杨皇后，将晋怀帝以及帝王专用的6方玉玺全部送往平阳。永嘉6年，公元312年，安定太守贾雅拥立秦王司马越为皇太子，不久就传来了晋怀帝遇害的消息。司马越随即登基为晋闵帝，改元建兴，定都长安。晋闵帝建兴4年，公元316年，刘耀再度攻入关中，围困长安。长安城内粮食匮乏，出现了人吃人的景象，城中死伤过半。建兴4年11月，长安城被攻破，晋闵帝出城投降，被掳至平阳，西晋就此灭亡。
洛阳焚毁，长安陷落，皇帝被俘，司马氏的西晋最终走向灭亡。刘渊点燃了战火，刘聪不断扩大战果，石勒完成最后一击。但如果没有八王之乱，没有地方势力各自为战，没有朝廷内部的长期内斗，汉赵真能灭掉西晋吗？你认为压垮西晋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是什么？西晋的故事到此结束，但乱世才刚刚开始。